榆次是山西古老的城市之一，是省城太原的南大门，素有并南重镇之称。榆次老城是隋开皇2年在汉城旧址上修筑起来的。榆次老城历史悠久，文化深厚，集古民居、古城墙、古县衙、古寺院、古街道、古商铺等人文景观和山水林泉瀑等自然景色为一体，融晋商文化、民族文化、黄河文化、三晋文化、都市文化于一炉。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叫榆次老城。这个榆次老城啊，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。据说这个地儿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了，但是呢，这个老城区的这个古建筑呢，保存得非常完好，而且都是以木建结构为主。这个老城区呢，游玩的人不多，可能也是因为冬天的缘故吧。但是这个里头挺大，也挺有看头。我觉得这个地儿比那个平遥古城好像是要古朴一些。更原汁原味一些，没有那个平遥古城的商业气息浓。繁复的蜂窝状斗拱的晋式木构建筑令人叹为观止。进入一些大殿，可以闻到历史的味道，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。榆次老城古建筑中的砖雕、木雕、石雕、彩绘多以汉族民间历史故事、喜庆吉祥的图案为表现内容，其娴熟的工艺着力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雅的艺术品味。榆次老城不算大，古城内主要就是2条十字交叉的老街，全都是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。这个地方啊，古香古色，很有时代感它不像别的那个古建筑似的，说摆什么的墙啊、什么柱子呀，都重新装修。它这还是保持着原来的那种古香古色的味道比较古朴。而且这个地儿呢，还有点江南的风格。我觉得这个地儿如果是夏天的话，我估计这里绝对是鸟语花香，一定是另外一番景色。你看这边有长廊我觉得如果夏天这里的气氛围会更好。一进城隍庙，迎面是建筑巧妙的悬箭楼，整栋楼宇灵活运用多种木材，但所有木材之间没有使用一颗钉子或螺丝，完全依靠木块之间的精确咬合支撑了建筑的主体，而且经历过地震等考验，仍安然无恙。城隍庙的悬箭楼非常不一般，曾经被评为全国最美的100座古建之一。它高近20米，重檐层叠的一座2层楼阁。对于悬箭楼的来历，历代是有争议的，但从道教的角度来说，悬指的就是阴间幽闭不可测之地，见就是镜子，洞察秋毫。来瞻仰的人一见此楼，不由得肃然起敬。咱们后边看见这个呀，是一个戏台。这个戏台啊，是明朝嘉庆年间建造的。它这个戏台挺有特点，两边都是那个凹槽，凹槽就是搭上木板唱戏用的。每年的农历5月，老百姓都会在这儿搭上戏台，唱1个月的戏，来祭祀城隍爷。悬箭楼的构思十分精巧，它由月楼、神月楼、戏台、影壁墙组成，共分为3个历史时期建造，却看起来浑然一体，绝妙无比。
榆次县衙是保存较为完整的县级衙府，有三晋第一府之称，占地2万平方米，始建于宋朝。整体布局有三晋第一署之称，整体布局体现了明清时期的地方衙府坐北朝南、左文右武、前朝后寝的传统礼教思想。县衙很让我震撼，我第一次知道一个芝麻官都有这么气派的官邸。6进院落分为办公区和私人住宅区。过去讲朝堂看故宫，县衙看榆次。这个实际上呢，这个县衙是一个古代的建筑群。过去讲的3堂会审都是在衙门里，这个就是衙门。这个榆次的衙门口也同样是朝南开的。现在许多有头有脸的地方都有文庙即孔庙，这是重要的文化遗存。说起文庙是有来历的，孔子的学生子路死了，孔子很伤心。第2年孔子也死了，孔子的学生们更伤心，便守坟3年，后来就各奔东西了。按当时的规制，像孔子这样的人是不配建庙的。鲁哀公对孔子有感情，下令将孔子故居立为庙，孔庙就这样产生了。文庙为榆次现存的最古老的建筑，为北宋县令龚复主建，元、明、清以及民国年间屡有修葺，建筑范围也随之扩大。现存建筑为明代遗作，2004年进行了重修，并且重建了大成殿。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榆次老城区里的文庙。这个文庙啊，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，它等于是在北宋承平2年开始就建造，但是呢，在后边的历年呢都有修缮。现在所看到的是明朝时候修缮的，咱们可以看见边上有很多这个石柱，围着这个大成殿，四周全都有这个石柱，石刻的，非常的壮观。而且到这里游玩的人好像还并不多，但是我建议呢，大家能到这里来看看。老城中心有座3层的市楼，也称过街骑楼，纯木结构，高24.4米，为老城内最高建筑。榆次老城的古建筑风格多样，用材考究，做工精细，粗犷而不失细腻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。在山西，最不缺乏的便是各种沧桑的千年古迹。在日渐被楼煞所取代的城市里，还能寻觅这么一处保持原始风味的老城，一砖一瓦都是历史的遗留。榆次老城中的一楼、一阁、一枯井、一棵老树，都折射出千年老城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点击上面的订阅，谢谢。